钱当然是要贪污啊，难道留给国民党吗？上了 CNN， 他不能不报。要是没有上，再炸死一堆人也不会报。中南部的现实状况完全不在乎。花莲是蓝的，淹大水，中央不救；台南是淹大水，屋顶这两个，中央还是不救。为什么？蓝的我救你没有用，因为你不会投给我；绿的我不救你，因为你也会投给我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台南大爆炸、哇！哇，这声音也太震撼了吧！对，爆炸声音，然后现场火势非常大，这样子。他去消防就表示他对方一些那个废炉渣，还有一些冷气用的铝材，有一些废炉渣跟铝材。对。他突然起火。不原因起火这样子，所以现场是没有人员的问题，这样。现在没有人员沟通，刚才已经有清查过了。但是我们一直洒水，好像整个火势还是没办法顺利控制。它是一些聚水性的物质在，所以我们改用泡沫做覆盖。那有请公务局支援一些沙子来覆盖，让还在照顾当中。他目前也不晓得他堆砌的到底是什么东西。刚才我联络到对方者，里长我联络那个对方者，他说是一些废炉渣还有一些铝材。台南大爆炸，15人受伤。登记的是高雄的公司，把铝镁废弃物堆砌在台南的空地。公司是家美发店，镁遇到水会有燃烧反应 ，H2O 强氧化物，不可思议啊！真正的炸药，黄色炸药没有引信是不会爆的，真正炸药比这个还稳定啊！堆在那边老久，没人管呢。就这里。哦，你看它堆置场，就这个位置啊，它爆炸点在这里。我觉得很夸张恐怖的爆炸物，它随便就堆砌在都市里面。虽然它已经算是都市的小边区，但是附近民宅也是非常多啊。钾钠镁都是很危险的，这是国中理化基本，国中教你的时候最简单的。所以我说啊，这事要在台北啊，他的民进党青鸟马上干你娘嘞就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国中生都知道的事情，他可以堆在那边经年累月。刚好又遇到下大雨，他又没有通报，第一时间消防队也淋水，后面才换泡沫，直接大爆炸。你能怎么办？我就说，这都是国民党害的啊，这都是马英九的错啊，就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吧。每天就只会这摆烂，非常糟糕。还上了 CNN 啊，就 Two huge explosion go off in southern Taiwan， 这 CNN 的哇，你看，哇塞，这爆炸的瞬间呐、哇塞！然后那个消防员被爆炸波给击倒了，那应该是在高速公路上，这汽车记录器。现在翠上面在洗风向。我先说我没有政治立场，我是台南人。这次的爆炸真的很不单纯，爆炸案的业者竟然是通缉犯，而且早就潜逃出境，根本就是预谋犯案，目的很明显。业者应该是第5纵队，为了让民进党年底选不上，所以故意制造爆炸来扰乱社会，请政府一定要好好查一查，让当事人负起应有的。年底的投票真的很重要，请务必投对人、投对党，才有可能把躲藏的第5纵队赶出台湾。是人，我支持盛博阳博士。我原本以为他是反串，但是你点开他的大头贴，发现他上面是听台湾，然后去查了他其他的发言，我发现他是认真的、啊，青鸟是认真的。台南火灾爆炸案是通缉犯，并且已经潜逃出境，我怎么浓浓的闻到的阴谋的味道？希望严谨仔细调查，尤其是资金的流向。台南爆炸案的首要疑犯是通缉犯。阴谋啊！仔细调查会不会有红钱啊？是不是大陆的同学又是阿共仔阴谋？真是水深火热啊！而且更屌是下面呼应他的人，这种操作的手法不就是跟石板民夫、明东物业董事被杀害模样？到年底选举前，恐怕第5纵队废金属倾倒都是找没人，偏远地区像是学甲七股，这次直接到市区，真的不是故意制造混乱的。
首先第一个，为什么好一个都市里面可以到处有废金属倾倒，还可以他们自动下意识认为说，在雪甲七股倒废金属是正常的。第二个，到市区倒了这么久都没有人检查，你他妈台南市政府是瞎子是不是？有够疯所以要安置灾民、查明原因，我们都非常了解。一方有难，八方来援，快速解决，快速更新，快速安置，迅速救灾，厘清责任，惩恶扬善，然后呢重建恢复家园，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流程。但是在台湾不是这样的，但是我们觉得他可以这样干，在台湾不是这样干。在台湾呢，先讲阴谋论，再讲阿共仔阴谋，再喊抗中保台，还不够用，对不对？第五纵队还不够用，继续讲说善预算，反正最后再不行还有马维拉，还有。为何为了阴谋论的感觉，2026的8月22号的凌晨，台南市安南区海电路2段一处空地发生了剧烈的连环爆炸，起因是违法堆置的煤土、铝制品等危险废弃物遇水引发的反应。这起案件造成了15人的受伤，延烧了多户的房屋，总计约70户的民宅以及车辆受损。经追查，涉案的王姓无照废五金业者已早因案交通骑兵在6月底潜逃出境。70户民宅，这个也不知道找谁赔，你把他扣了有用吗？他为什么有办法潜逃出境？他从哪里潜逃出境的？怎么不说啊？这个王姓无照废五金业者为什么做这么多年生意，爆炸你就马上找得到？太夸张了啊！一打开所以这有3篇在洗台南的大爆炸，可能跟第五纵队有关。星期日网军还上班辛苦了，中你妈，让人家都傻，连网友都抓狂了呀！每天在那边第五纵队是要中什么？你看马上被人骂。所以问题是上面谁罩他嘛？那他敢他妈嚣张啊！高雄的美容店可以去台南堆废弃旅美，那还不是高雄跟台南都能造，还可以事先知道消息潜逃出境。青鸟怎么不见了？怎么不见了？怎么不见了？青鸟怎么不见了？哎呀，真的这次青鸟静悄悄啊！台南被国民党害那么多年都是马英九的错，柯文哲不用道歉吗？哈哈，台南民进党执政这么久会爆炸，叫青鸟出来协调啊！因为高雄也淹大水，所以台南大爆炸，高雄淹大水哦。双重打击啊，青鸟通通不见了。当然爆炸的事情难道这么大啊？市长不用负责任吗？大家都在问。大雨轰炸南台湾，台南永康、仁德东区都出现淹水情况，尤其永康区在昆大路、永大路还有大人街淹水情形严重。带你来看现场画面。水淹最深，几乎快到膝盖，相当于半个轮胎高。有的路段淹水实在太严重，车辆根本无法行驶。涉水前进，马路汪洋一片，水中还有机车倒在地上，变成一片机车海。沉入海里。台南地区清晨下起豪大雨，各地出现淹水灾情。永康这一处停车场，机车倒了，汽车的部分水淹到轮胎高，有车主来抢救爱车。人力推车离开泡水区，车门的下方不断有水流出来。自助洗衣店大门敞开，店面被积水围困，水淹到洗衣机的下方了。又爆炸又淹水，其实淹水还不只有台南哦，高雄也淹水哦。不是有人说，哎呀，这个淹水都是北部的事情，只有排水不好，它的水才变黄色的。不是有人会说吗？台北下大雨，鸟群全出征；高雄、台南现实淹大水，鸟群鸦雀无声。什么叫做淹水？不是，这叫泉水，对吧？这才叫淹水啊！如有泉水涌出啊！如此的浑浊，那下面堵住了水，又继续挤下它，只有喷出来啊！真丢脸啊！民主喷泉啊！上次台北市稍微淹而已，整个抓狂都台北市的阴谋。屏东因为下雨都停课了，停止上班上课了，荒唐到了极点啊！不是台风天就下雨，因为可能有强降雨，所以就让你停止上班上课。什么样的心态？你平常不好好治水，不好好建设，把钱都贪污掉，然后呢遇到事情说我放假了，还不知道怎样？以前黄伟哲不是干过吗？我们伟大的伟哲哥，治水的预算只有不到台北市1/3，事实上资源是相当不够的。黄伟哲又说钱不够了，又是钱不够，哎呀，那你编啊，你预算不都你编的吗？现在预算编了，在党那群废物不敢砍预算，要不然砍了不到2%啊，真可笑。那每次这边讲预算不够，
钱真的不够吗？有人马上用40叉的中心来打脸。2006年开始的一淹水、流重、前瞻治水等计划，逐步将中央资源投配到其他县市中，分配最多经费前5大县市，第1名台南市466亿，嘉义县330亿，高雄市278亿，云林县253亿，屏东县201亿。5个县市里面就1个是国民党，其他全部都是民进党。你民进党拿最多的预算，5大治水县市里面，你民进党拿了4大。澎湖、嘉义县、台南市、屏东县、高雄市，5个里面4个领前。澎湖，因为澎湖是海岛缺水，澎湖一年雨量在1000多公里而已，全上榜啊！给钱给好给满啊！就是从民进党上台的2006年之后，所有的治水预算几乎都下在南部县市。陈菊当年最大的梗，要忘记了治水的部分几乎是80%中央要负责啊，所以他就拿了80%的预算继续淹水。如果台北放假，马上被骂；不放假也被骂。不跟你讨论的啦，还跟你讨论什么？他就每天都看那些有毒的资讯，每天双标，每年花治水的钱几百亿、几千亿这样砸。到了真正淹水的时候，人又不见了。台风天来的时候，为什么不放假？我就动不动说蒋万安，我就看不起你。黄伟哲，我看不起你。怎么可以批评黄伟哲？难道台中没有淹水吗？难道台北没有淹水吗？最惨的就是媒体带头双标，资深媒体人说自己中立。然后你看那个毒油案，他们的洗地逻辑还是一样的，都是台中的毒油，都是台北在掩盖。为什么？因为台中、台北现在2个市长对赖清德最有威胁度嘛，所以一定要干死，往台中死干，往台北死干。政府，没事，政府在做事，有政府会做事，政府顺起来，台湾顺起来，爆炸淹水。民进党好，这些青鸟一句话不说，装作没看见，然后就用绿媒继续洗。现在3例在爆没2天人就消失了，就不会爆了，就是淹得太严重，炸得太夸张，因为上了 CNN， 它不能不爆。要是没有上的话，它会爆吗？完全不会爆，再炸死一堆人也不会爆。真正中南部的现实状况完全不在乎。花莲是蓝的，淹大水灾害啊，中央也不救。台南上司淹大水，屋顶死了2个，中央还是不救，为什么？蓝的我救你没有用，因为你不会投给我；绿的我不救你，因为你也会投给我。这些钱要干嘛呢？当然是要贪污啊！能不能留给马英九吗？能不能留给国民党吗？青鸟就是一群无脑的狂徒啊，他也不在乎。10分钟只要移动不到30公尺，就知道各年里的洋流都要变成涡流了。来，哇！洋流出动，有没有看到？洋流来啦！洋流，有没有？洋流来了，真的是洋流啊！加入洋流评论的还有谁呢？所到之处，洋流涌现，到哪里人潮都塞爆。台北市有望蓝天变绿地，黄伟汉大战，他具备一个特质，在市井国民党大危机，反而让审判讨论度被提高了，叫洋流效应爆棚啦！真的是顺，就是顺啊！拜托3立的朋友，特别像黄伟汉这种的，我看了我都觉得难过。因为我知道黄伟汉是为了跑通告啊，黄伟汉没有我这么勇敢啊，哪有什么洋流？好大你可以借凯道啊，以前韩国瑜弄底下搬过啊，沈博阳搬瓦当，无法都把凯道围起来，那我就承认说啊，那我真正有洋流。你现在叫韩国瑜再出来办一场，可能都塞不满哦。连我大辉文哥都看不下去了，我都觉得他妈洋流都可以敢讲出来，他妈真有够猛啊，真的很猛。最近有一首歌大家实在是看民进党看不太下去了，看得很堵然啊。AI 歌。怎么感觉像阿信唱歌？我不怕被敲门，情绪不再沉闷，一起大声歌唱 DPP 垃圾。Digital product passport， 消失我了，妈的不用怕了，立委认证，犯你标准，放弃大骂 DPP 垃圾。反正你尽量下摆这个那个双重标准，当民众白痴，当韭菜哥，真清醒就是小声，不要不行都怪问着，让青鸟开心，脑袋空了，不管了。
他是拿五月天的改的。对对对 DPP 100彰化县的律师公会前理事长陈宣玉，一个女律师，然后去讹诈实际10.6亿元购买疫苗，她的账本里面写的 DPP 100，一般认为是100万美元。然后民进党呢，就范云就出来解释 DPP 是什么，他说 DPP 啊，有专家告诉自己啊，是数位产品护照，叫 Digital Product Passport。妈的，这个都可以凹真的可以凹他妈超屌！所以当天大家就真的气到不行哦。DPP 100啊，这真的超黑的，这个案子到现在整个盖牌了。实际的执行长他都不敢说话，也不敢报案。DPP 100万是美元，当初为什么可以他吃到100万美元？这个案子最荒谬的事情是，这么大量的提款，大量的去买黄金，竟然没有触发反洗钱法，后面人家在查的时候才触发的，扯爆了，而且还是例行的去查洗钱，因为调查局每5年要大查一次洗钱，刚好检视的时候才查到，是调查局扫到的，那不排除调查局里面有可能不是绿的，他就正常查而已。全都怪蓝白合，现在需要马上洗别的新闻，这些与离婚了，才嘎上骗了，又转一脚点了，再次把民众当金鱼脑耍了。你要怎么讲了？就民进党哦，反正他的这个荒唐啊，这已经不是1、2天的事情了，他就是反正我就烂啊，怎么样啊？我就烂难道不行吗？哇，这个好扯哦。哇塞！这不是刚刚封路那里吗？苦中作乐，太扯了吧！当年啦，治水预算买拢起对呀，大位都淹水啊。淹水才在清水沟，唉。港后里的居民也抱怨有淹水了，这下都能划船了，再下去家里也要淹了。这里好几年都这样，没人重视。高雄盐埕区莒光街上水势明显往低洼处流，走出去才发现已经淹到了小腿肚。家住高雄鼓山柴山附近的居民收到警讯通知，好恐怖！竟然是桃园里发布土石流黄色警戒，要居民做好避难准备，害大家心惊惊。风雨很大，就是类似那个台风情形啊。我们出入的时候，我们也是会怕。卓荣泰又在跟他吵架了。这个事情因为很多人就骂说傅崐萁没救灾，傅崐萁是立委，卓荣泰是院长。虽然卓荣泰是赖清德的幕僚长，但事实上他掌握很大的权力，只要赖清德信任他，而赖清德确实受了他很大的权。这个情况之下呢，因为花莲县政府就是一个只管20几万人口的单位，他根本没有能力去应对那个马太案系。他事实上他已经在立法院提了好几次，叫卓荣泰要处理这个事情，但是民进党就是拖着不办，打死不办。最后的决策在发生溃堤的下1个月要来处理，所以最后就爆炸了。这不是顺博洋吗？一起顺起来的博洋啊！他因为他之前在花莲搞大罢免。这是行政院，这是行政院，这是行政院的态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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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哟，迄当阵咧撤退的时阵，你哪会无替因去啊？啊，迄当阵敢有来甲你叫？无啊，无叫啊。啊，即摆食的、啉的饮料，什么水，什么拢无？无啊，阮2天无食水啊，阮2天无食饭诶。对照一下大陆的救灾，这个真的差距非常大。巴克过境，广西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袭击，防汛形势骤然升级。这个很惨，这非常惨。广西大学、防城港、钦州、贵港等地洪涝和地质灾害频发。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临严峻考验，并闻令而动，向险而行。在台湾要出动军队，赖清德说救灾自己救啊，军队是不能进去的，军队怎么可以去帮忙救灾？没办法，因为两蒋是中国人，民进党说自己不是中国人。当时，贵港市高级中学积水漫灌校园，近4000名师生被困。当南部战区陆军某旅的官兵出现在校门口的那一刻，师生们齐声高呼：“解放军来了！”我们到达现场后，从现场指挥部了解到，校区有13000余名师生被困。台湾这个动员能力是不可能跟得上，要撤离13000人，妈，台湾要撤离3000人都非常困难。捕捉到了一幕幕温情瞬间。赖清德说，军队不能爬上去，不能进民房。他认为军队是打仗用的，不是救灾用的。
但大家知道哦，灾区哦，它有几个特点：第一，条件恶劣，状况混乱；第三，物资缺乏；第四，它的情况是很紧急的。这一些就是军人在应对，军队可以在物资缺乏、状况混乱、危险，它还可以组织起来。不然干嘛派军队？因为军队就是有非常人的组织能力嘛，有非常人的战斗力嘛，有非常人的应对能力嘛。要军队是什么意思？讲到这8年前，高雄有一场豪雨，被戏称叫做823炮战，泡在水里的泡，印象非常深刻。整个高雄市全部泡在水里。高雄是最大条的中山路哦，淹水非常夸张。这事情哦，当时有一个人在高雄没啥名气，就下去看灾救灾。事实上，他也就是把问题找出来，然后找更多的力量来帮忙嘛。那个人叫韩国瑜，后来就在那一年的年底，韩国瑜就大胜。今年823高雄市又泡在水里面，所以有时候你很难说了。我相信高雄市自己有些体悟吧。就我也不懂为什么民进党会把救灾这事情搞那么复杂，我不理解。这是非常的荒谬啊！两岸在救灾方面啊，大陆在救灾没有政治问题，都是救灾。以前在救灾，虽然很多人骂马英九啊，但马英九自诩是全民领导嘛，所以他就不分内外就救嘛。那救灾就是救灾，哪来那么多问题啊？救灾就一定要搞政治，一定要搞对立，一定要搞颜色，一定要搞预算，一定要搞钱，就不能踏踏实实的救灾。我真不明白啊！民进党上来之后就没几件好事。如果我们不把大陆的状况纳进来做一个讨论的话，我们永远不知道一个政府在一个没有个人利益，在一个没有政治斗争的状态之下，它可以怎么样运作的良好。所以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哦。